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我决定和傅寒舟离婚了。下定决心的第一天，我扔掉婚戒，买了机票。第二天，我清空了婚房里的所有痕迹。第三天，我去接孩子放学，给他买了所有想要的想吃的。小小的孩子不屑道：“爸爸要娶苏和阿姨，你害怕了。”现在想起来讨好我，晚了。我看着他和傅寒舟一模一样的脸，心底连半点不舍都没了。垃圾就该和垃圾一起待在垃圾桶里。苏和愿意回收，我当然是成全他呀。想要离婚的决心是很突然就下定的。那天我依然没能打通傅寒舟的电话，就像这半年来的数次一样，接听的永远是他的秘书。抱歉太太，傅总吩咐过的，私人行程不对任何人透露。可没一会儿，苏和的社交账号上就发了一组照片。我一眼认出了傅寒舟手上那枚宝格丽婚戒。苏贺是傅寒舟的初恋。我和傅寒舟结婚的第5年，他准备离婚，回了国。从他回国的第一天起，傅寒舟的心就乱了。其实挂断电话后，我只是有点难受，离婚的念头还未曾强烈，直到我忽然低血糖晕倒。那时候房间里只有我和刚放学的傅思辰。昏了大概10分钟，我被他打游戏大喊大叫的声音吵醒。可傅思辰只看了我一眼，就继续打游戏了。我实在太难受，只能用尽全力向他求助：“思辰，帮妈妈拿一颗巧克力好不好？”傅思辰闻言，不耐烦地抱着平板站起身，却绕过我，直接出了卧室。摔门声响起那一刻，就那1秒，我忽然就想通了。当年有傅思辰，源于苏和嫁人，傅寒舟买醉的酒后乱性。我其实不打算生下他，医生也不建议，毕竟那晚傅寒舟喝了太多酒。可他向我求了婚，恳切地求我留下这个孩子。我喜欢他那么多年，怎舍得拒绝？就这样嫁了，生了。可如今，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，却冷漠自私到了这样让人齿冷的地步。所以，我又何必为了他，继续在这样的婚姻里委曲求全？傅寒舟依然是深夜回来的，我没有睡，一直等着他。他看起来心情还不错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我打开来，是一条手链。今天苏和发的照片里有一条很闪的项链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条简易的手链是项链的赠品吧。可我心里连难过的情绪都没有了，甚至还对他笑了笑，挺好看的。傅寒舟似乎松了口气，喜欢就好。他洗澡出来时，如往日那样将毛巾递给了我，我也如往常那样接过。将湿发擦到半干时，我忽然停了手中的动作。傅寒舟，我低低叫了一声他的名字。他坐着没动，却抬起手握住了我的手臂。怎么，想要了？我讪然笑了。苏和回来5个月，我和傅寒舟也有5个月没有同房过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傅寒舟干脆转过身，将我拽到了他怀里，落出。他眼底渐渐有些炙热，低了头，想要吻我，可我推开了他。傅寒舟，我对他笑得很平静，一字一句都平和到了极致。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他显然很意外。对，离婚。
我从他怀里挣开，向后退了一步，站定。因为苏荷。傅寒舟不耐烦地皱了皱眉。你也知道他在闹离婚，我不过是帮他一把而已。他的视线忽然顿在我的无名指上，婚戒没了，手指上还有淡淡的一圈印记。陈洛初，你都当妈妈了，怎么还这样任性？我转过身向外走，离婚协议书在你书房桌子上，财产分割那里你看一看，我只要我应得的。如果没有异议，还请你快一点签字。傅思辰呢？傅寒舟的声音里已经夹杂了怒意。别忘了，他姓傅，是我傅寒舟的儿子。我握住门把手，回过身对他笑了。他是傅家的骨肉，所以我不和你争了。陈洛初。傅寒舟脸色铁青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因为我这些天冷落你。我说了，苏荷在闹离婚，我只是帮他打官司。还有，思辰才5岁，他不能没有妈妈照顾。傅寒舟冷着脸拿起衣服，今天的事我当你闹小脾气耍性子。我这几天住公司那边的房子。陈洛初，你想通了，知道错了，再来找我。第2日下午，傅寒舟接到了婚房那边佣人的电话。陈洛初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清了出去，而一向很疼爱傅思辰，事事亲力亲为的他，第一次没有亲自送他去上学。他不免想起陈洛初拟好的离婚协议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他不要傅思辰的抚养权。这让傅寒舟十分错愕。陈洛初当初生产时不太顺利，傅思辰生下来就进了保温箱。出月子后，他就开始亲手带孩子。这5年来，他没有离开过傅思辰一天，所以他不信陈洛初会不要孩子。所以他这一次闹出这样的阵仗，不过是因为吃苏荷的醋而已。而之所以会吃醋，当然是因为陈洛初爱惨了他。傅寒舟知道他暗恋自己多年，当初他和苏荷相恋时，他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丫头。后来他和苏荷因误会分手，陈洛初再次出现在他身边时，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很难说清，那晚酒后乱性是真的意外，还是他也有些心动。婚后这5年，他们夫妻生活算是十分和谐了。直到苏荷出现，这几个月他确实有些冷落他。但不管怎样，陈洛初也不能随便提离婚，所以他还是决定给他一点教训。佣人再次打来了电话，傅先生，太太这会儿叫了车，说要搬出去。傅寒舟默不作声地点了支烟，又垂眸盯着无名指上的婚戒，好一会儿才冷声道：让他走，告诉他出去一步就别想再回来了。我提前1个小时去接了傅思辰，又买了他想要的所有玩具，所有他想吃而我不允许他吃的垃圾食品。傅思辰看起来却并不太高兴，他皱着小脸，不屑地开口：是不是知道爸爸要娶苏荷阿姨，你害怕了？现在想起来讨好我，晚了。他将玩具一样一样摔在地上，又踩了踩，食物全都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得意洋洋看着我：你只要敢打我，我立刻告诉爸爸。我看着他那张和傅寒舟一模一样的脸，心底真的半点的不舍都没有了。傅思辰，我最后一次摸了摸他的脸，以后我不会再烦你了。我们今天就彻底告别吧，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。什么意思？
傅思辰有些怔愣，下意识想要拉我，可我避开了，又对他笑了笑，意思就是我不要你了呀。傅思辰彻底愣住了，片刻后，他眼底好似闪过了一抹委屈，可紧接着却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谁稀罕你要？苏荷阿姨比你好100倍。那你让她当你妈妈吧。我无所谓的挑挑眉，傅思辰，祝你好运。订的机票是去港城的。我和学生时代最好的闺蜜，开开心心的玩了半个月，直到傅寒舟的电话打到闺蜜那里，陈洛初，思辰病了，闹着要找你。我想了想，心平气和道，换季时候小孩子生病很正常，傅家有家庭医生，也有私人医院，他们会好好治疗照顾他的。傅寒舟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闺蜜有点心疼地问我，洛初，你真的连孩子都不要了吗？她知道我在傅思辰身上花费了多少的心血。我点点头，不要了。那傅寒舟，你还喜欢他吗？从前，只要听到傅寒舟这个名字，我的心脏就会忍不住的狂跳，而如今却半点波澜都没了。不喜欢了，是真的不喜欢了。闺蜜忍不住欢呼了一声，洛初，必须要庆祝，就今晚，我们不醉不归。我和傅寒舟的第一次就是源于酒精作祟，只是那时候我是清醒的，喝醉的人是傅寒舟，而这次我喝得烂醉，面前的男人却始终清醒克制，甚至扶着我的时候都是绅士手。闺蜜踟蹰许久才走过来，周庭安，能不能拜托你送洛初回去？周庭安没有应声，扶着几乎瘫软的我在沙发上坐好。司机留给你们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周庭安，你真的不管洛初了吗？周庭安目光淡淡，5年前我说过的，他的事和我再无瓜葛了。我忽然就无声地笑了。是啊，当初傅寒舟酒醉强要了我。周庭安执意要报警，可我恋爱脑上头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嫁给他。周庭安是我的竹马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因为和傅寒舟的这件事，他对我失望透顶，就此彻底断了联系。我没想过今晚会遇到他。这些年听说他一直在国外，从未回来过。谁知我们会在港城的酒吧遇上。我掩住心底的难堪，小声喊闺蜜：兰兰，让他走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。周庭安没说话，转身大步离开了。可当闺蜜扶着我走出酒吧时，她的宾利就开着双闪停在路边。周庭安靠在车身上抽烟，身旁散落了一地烟头。陈洛初，他笑了笑，那笑却又带着说不出的苦涩。我上辈子一定欠你的。他把我扶上了车，又安排了司机送闺蜜回去。车子到我住的酒店楼下时，周庭安停好车，解开安全带，然后倾过身，捏住我的下颌就吻了下来。我整个人浑浑噩噩的，也许是酒精的刺激让我昏了头。我竟抱住他的脖子，迎合了他的亲吻。陈洛初，周庭安的吻渐渐加深，他的手指穿过我的长发，扣紧我的后脑，迫我迎合向他。快要无法喘息时，他才结束这个深吻，低了头，额头与我的相抵。想要吗？我猛地想到了1个月前收到的那段聊天记录截图，是傅寒舟发给苏荷的。想要你，
想和你再做一次。那时候我顾念着傅思辰，陷入深深的痛苦纠结中。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直接仰脸吻住他，勾紧了他的脖子。周庭安，我们做吧。可周庭安却握住我的肩，轻推开了我。浮沉的光线里，他英俊的眉眼无比的认真专注。陈洛初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是个很传统的男人。周庭安垂眸笑了笑，握着我肩膀的手指微颤收紧。做了，你就要对我负责。他这话出口时，我的酒就醒了大半。负责，这2个字太沉重了，且直接刺中了我心底那处旧伤。傅寒舟当年向我求婚，也是所谓酒后乱性的负责。见我不说话，周庭安轻笑了一声，陈洛初。他拂开我额上凌乱的头发，垂眸深深看着我。不想负责，就别招惹我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男人。他轻推开我，转身下车，又帮我拉开车门，下来吧，送你回房间。他站在那里，身形高大，却又料峭，背着光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情绪，却只觉得莫名的难过。周庭安将我送到房间门口，看着我进去后，就直接离开了。我靠在门背上，许久都没有动，不知是酒精让我难受，还是刚才离开时周庭安看着我的最后一眼说的最后一句。他说：陈洛初，我今晚凌晨3点的飞机，以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手机铃声忽然突兀响起，我的思绪被骤然拉回。来电号码有些熟悉，但一时却又想不起。我接起来，却是傅寒舟另一个秘书的声音。太太。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恭谨又小心翼翼。是这样的，傅先生今晚应酬喝多了，刚刚吐了。佣人煮的醒酒汤他不愿意喝，说味道不对。太太，您能不能回来？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醒酒汤不想喝就吃解酒药。我一不是傅家的佣人，二不是医生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找我了。对了，顺便劳驾催一下傅先生离婚的事宜。太太，秘书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傅寒舟沉沉的怒喝打断。谁让你给他打电话的？宋文旭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可是傅先生，闭嘴！我的事和陈洛初无关，你再自作主张，就自己辞职吧。我懒带再听这些，直接挂了电话，心底丝毫波动都没有，顺手又将宋秘书的电话也拉入了黑名单。凌晨1点的时候，我莫名惊醒了，微信里翻出了周庭安的账号。嫁给傅寒舟这5年，我们之间连一句节日祝福的话语都没有发过，但他的头像还是用了10几年的那个，一个雕琢得很粗糙的小木偶，勉强能看出是个小男孩的模样。是我心血来潮学木雕的时候雕出的第一个人偶，后来送给了他。我盯着那个头像，忍不住笑了，但笑着笑着，却又莫名地掉了眼泪。我给周庭安发了一条微信：周庭安，我牙好痛，痛得睡不着了。对话框顶端很快显示了正在输入，但却迟迟没有消息过来。就在我等得快要困倦睡着时，微信提示音响了一声：给你买了药，一会同城快送会送过去。我怔了怔，才回复：哦。周庭安没有再回复。我攥着手机，却没有了睡意。
只是他那边再没有消息过来了。差不多过了40分钟，门铃响了。我有些恹恹的起床，过去开了门。可房门打开，站在外面的不是外送小哥，却是脸上还带着倦意的周庭安。周庭安，我怔住了。他手中还拎着买药的袋子，脸上并无太多表情。还是那颗牙痛？我呆呆地点了点头。他放下药，转身去洗手间洗手消毒。张嘴，我看一下。你又不是牙医，陈洛初，你哪次牙疼不是我处理的？他这话说完，我们2个人都愣怔了一下。我们已经5年没有再见过了呀。周庭安脸色微冷，但手上的动作却无比温柔。我被他按在沙发上，仰脸张开了嘴，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摸到了我经常痛的那颗智齿。但其实这一次，这颗牙并没有红肿发炎。周庭安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慢条斯理地撤回了手指。陈洛初，他拿了消毒湿巾，将手指一根一根擦干净，然后捧住我的脸，低了头。骗我呀！我有些不敢看他，眼神闪躲着，不敢和他直视。对不起，不用说对不起。周庭安忽然勾唇笑了，我很开心。周庭安，我讶异看向他时，他却稳住了我。航班赶不上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次回去是要去相亲的，现在老婆也飞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说呢，陈洛初？周庭安的手指拂开我脸颊边凌乱的头发，一点一点加深了那个吻。不如你陪我一个。我嫁过人，还生过孩子，没关系。我大龄剩男，能娶到老婆就满足了。我忍不住笑，周庭安，你算什么剩男？追你的女人都排到法国去了。周庭安深深看着我，可我宁缺毋滥。看不出来，以后我做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周庭安这句话其实是一语双关。直到我们的第一次，他甚至没能忍到抱我回床上，膝盖在沙发上磨得有点疼。我忍不住咬他，周庭安，我膝盖好疼。他滚烫的大掌掐住我的腰，抱着我翻了个身，姿势就变成了他靠坐在沙发上，而我背对着他，坐在他怀中。只是我坐下去那一瞬，感觉他腰腹的肌肉瞬间绷紧了，甚至连呼吸都急促粗重。初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忍不住了。原本我以为他之前那句话是让我看他以后表现的意思，但却怎么都没料想到，他年近30，却竟然还是第一次。在国外这些年，一个女朋友都没有交往过。周庭安，你这些年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我伏在枕上，任他给我清理身体。周庭安垂着眼，手上动作温柔，但却没有看我，也没有说话。直到洗完澡出来，他难得的拿了烟去露台。我去找他时，他指尖夹着烟，正看着深远的天空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周庭安，我自后轻轻抱住了他的腰，在想什么？在想你会负责，还是玩完穿上裙子就走人？我忍不住笑，我有那么坏？他回身看着我，眼底却蕴着淡淡的红。你有？周庭安，我笑不出来了，眼眶酸胀难耐。是啊，当年他出国时，我答应过他，等他回来我就嫁给他。可我喜欢上了傅寒舟，又稀里糊涂的和他有了那样错乱的一夜。
周庭安。我紧紧抱住他，我对你负责。好。他抱得更紧，发了狠地吻住我。陈洛初，既然说了负责，那你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在港城的第30天，傅寒舟还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我懒得再等下去，直接起诉到了法院。傅寒舟收到起诉书那天，傅思辰的幼儿园老师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思辰妈妈，思辰这些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总是打瞌睡走神，我看他精神状态不太好，人也瘦了点。我轻叹，谢老师，您还是联系傅思辰的爸爸吧。思辰妈妈，您方便来学校一下吗？已经很久没看到您接送思辰了，抱歉，不太方便。那好吧，打扰您了。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是没忍住。谢老师，思辰爸爸来接他的时候，您可以让他留意一下，孩子是不是半夜偷偷躲着玩平板游戏了。傅思辰之前确实会装睡，然后半夜偷偷玩游戏。有一次被我抓到，我气得摔了平板。但没多久，他过生日就又收到了好几个最新款的平板电脑。也许是怕我再摔了，他倒是有所收敛，不敢半夜偷着玩了。但现在我走了，傅寒舟天天忙着公司和苏荷的事，哪还有精力时间管他？我虽然决定和傅寒舟离婚，也不打算要傅思辰，可他终究还是我生的，我也不愿意看着他彻底废了。但我也只是好心提醒一句，傅寒舟从来没觉得管教孩子是这样心累的一件事。他听了幼儿园老师的话，当晚特意半夜去了傅思辰的房间，果然抓到了他偷偷玩游戏。他一怒之下也摔了平板。傅思辰当时玩得正嗨，气急了，竟然狠狠推了他一下。直到这一刻，他好像才突然明白，当初陈洛初为什么会那样生气失望。他又给傅思辰买了新平板的时候，陈洛初又为什么会气得和他大吵一架？他没忍住，打了傅思辰一个耳光。傅思辰显然吓到了，哭了很久，一个人老老实实睡了。但傅寒舟却半点睡意都没有。他想到那晚宋秘书给陈洛初打的那个电话，其实一开始他是默认的，没有阻止，只是陈洛初的话和态度让他瞬间勃然大怒。因为一个苏荷，他就任性胡闹到这般地步，简直让他焦头烂额。他知道他只是拿离婚要挟他，傅思辰又这样疏于管教不听话，其实都是陈洛初的手段。他就是想让他知道他的重要性。傅寒舟抽完了一支烟，拿了手机出来。他是为了傅思辰才主动给他打电话的。傅思辰是傅家的骨肉，但也是陈洛初九死一生生下来的。他为人母，总不能不管自己的孩子。可傅寒舟怎么都没想到，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被陈洛初拉黑了，就连她闺蜜的电话，如今也无法打通。傅寒舟忍着怒气，一路走到楼下。夜风吹来，他仍是觉得满腔的怒火消散不去。陈洛初想完，真的是吧？行。傅寒舟怒极反笑，他不是想离婚吗？那他成全他。他现在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到，当他真的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，陈洛初会是什么表情？假戏真做了，弄假成真了，他一定后悔莫及吧？毕竟他当初那样爱慕着他，以至于苏荷刚出国离开，他立刻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又勾得他意乱情迷，和他有了那样的一夜。有了傅思辰，如愿成了傅太太。那么这次他一定会给陈洛初一个最重的教训，他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。傅寒州的律师打来电话时，周廷安正不知疲倦地缠着我，要证明他并非外强中干。陈小姐，傅先生让我通知您，后天在京办离婚手续。律师的声音冷漠而又客气地传来时，我只觉得心口最后那块大石忽然就落了地。好，你转告傅先生，我会按时回京办理的。挂断电话后，周廷安从后抱住了我。洛初，我跟你一起回去吧。我却摇了头，这是我和傅寒洲之间的事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妥当。周廷安满眼都是不放心，可是洛初，我很担心。我故意逗他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怕我离不掉。周廷安忽然笑了笑，但那笑却又带着说不出的破碎。洛初，你不会知道，当年听说你和傅寒洲在一起时，我的心里有多难受。但我永远不会逼你，强迫你。你是自由的。那晚我说让你对我负责，其实你也不用当真。就算你不对我负责，也没有关系的。我转过身抱住他，仰起脸轻轻吻了他。可是周廷安，这些天和你在一起好开心，还有刚才，你让我很舒服。我轻咬了咬他的下巴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等我回来。周廷安那双总是温润沉静的眼，一瞬间像是满天星子跌落其中了。陈洛初，他翻身将我压在床上，沉沉醇厚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。我还可以让你更舒服，那是不是这一辈子你都会舍不得离开我？我忍不住想笑，可整个人却被他撞得几乎散架，眼角阴出生理性的泪，一层水汽晕染。周廷安，他低了头，细细碎碎地吻我，那种强悍的力道渐渐又变成和风细雨一般的撕磨。我被磨得受不住，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。周廷安，好难受，是难受还是舒服？洛初，告诉我。他似乎也隐忍到了极致，小臂上肌肉紧绷，额上的汗一颗一颗砸落在我胸口。我终是受不住，哭着摇头，是舒服，舒服的。洛初，舒服了就早点回来。最后的意识抽离时，我感觉到周廷安很温柔地吻了吻我的眉心。我在香港等你，洛初。回京那天，我直接去了律师那里，只是刚下车就看到了傅寒洲和苏荷。苏荷满脸的欢喜，到最后甚至喜极而泣了。然后傅寒洲就满脸心疼地轻轻抱了他。几个律师站在一边，都很识趣地背过了身去。我知道苏荷的离婚官司应该是尘埃落定了，所以傅寒洲也迫不及待地要和我办完离婚手续，恢复单身了。挺好的，苏荷开心，傅寒洲开心，傅思辰也开心，而我还有周廷安，又舒服又开心。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十全十美的好事？想到这里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就笑了出来。可我这刚一笑，就被苏荷看到了，他瞬间就不高兴了，拉着傅寒洲的衣袖，不知说了什么。傅寒洲回头看向我，眼神冷漠疏离到了极致。陈洛初，你笑什么？苏荷眼睛红红的，小兔子一样躲在傅寒洲身后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。苏小姐离婚了很开心，
我也要离婚了，也很开心，不行吗？傅寒舟噎了一下，眼底的寒气好像更重了一些。苏荷忙又拽着他衣袖，寒舟，你和陈小姐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生气。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傅先生，手续尽快办理吧。陈洛初，我有没有提醒过你，做任何事都要适可而止？我挑了挑眉，什么意思？离婚手续如果办妥，你就和傅家再无瓜葛了。还有傅思辰，我永远不会再让你见他一面。听到这句话，其实我心底还是难免有些怅惘的。人可以一瞬间想通，但血肉相连的羁绊，却也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放下的。但我首先是个独立的个体，然后才是傅思辰的妈妈。我相信漫长时间的疗愈后，那一天总会到来。傅先生，其实如果我要和你打官司，争取探视权，是绝对可以胜算的。但我现在并不想再浪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了。我和傅思辰母子缘分浅薄，彼此相看两相厌，不见就不见吧。我不知为什么，这些话说完后，傅寒舟没有如释重负的开心，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，有些失态。陈洛初，你还真是心狠，我就没见过比你更心狠冷血的母亲。思辰不喜欢你，我从前还不理解，但我现在明白了。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。他说完，转身就上车离开了，甚至连苏荷还没有上车都没注意到。我并不在意他的这些说辞，因为我早已连他这个人都不在意了。离婚手续办理到最后一项程序时，傅寒舟这样杀伐果断的人，莫名变得黏黏糊糊起来。陈洛初，最后这项字还没签，如果你现在认错，认什么错？我毫不犹豫签完自己的名字，将纸张推到傅寒舟面前。不够包容小三的错，还是严格管教孩子的错？也许是我的态度彻底气到了傅寒舟，他脸色铁青，拿起笔签了字。陈洛初，你后悔也没用，就算你哭着回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对你心软了。我站起身，特别认真仔细地将所有文件都妥帖收好。傅先生，傅思辰本性不坏，以后严加管教，还是不会走歪路的。你是他的亲生父亲，相信你会尽到这份职责的。不用你操心，傅思辰将来会是傅家最优秀的继承人。我笑了笑，但愿如此，自然最好不过。我是偷偷回香港的，比我和周庭安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天。当时周庭安正在酒店的自助餐厅用餐，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里我故意装作情绪低落的样子。周庭安，洛初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不能按照约定时间回香港了。电话那端沉默了很短的几秒钟，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了？我现在订机票，别着急，等我过去再说。不是的，周庭安。我站在餐厅外的喷泉边，看着玻璃窗内的他放下刀叉，站起身，快步向外走的身影，只觉得心里一片酸涩的甜意骤然弥漫。你向外看，看到喷泉了吗？周庭安停了脚步，转身向我这边看过来。我对他笑着，使劲挥了挥手。周庭安，我在这里。餐厅里人影重重，我的眼里却只看得到他那一道身影。他拿着手机，快步地向我这边走，走了几步，干脆跑了起来。
黄昏日落，夕阳美得如画，风卷起他风衣的下摆，露出长得要命的2条腿。他对我笑，眼睛微红，帅得夺人心魄，让我彻底心动。直到他用力将我抱在怀里，紧紧地锁在怀中。晨落初，他捧着我的脸，有些强势地吻我，吻到最后，却又在我唇上轻咬了一口。晨落初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我恨死你了。周庭安抬手蒙住我的眼，又亲吻我唇上浅淡的齿印。可我更爱你，晨落初。我和周庭安登记结婚后，就暂时定居在了港城。我们结婚后的第2个月，傅寒洲最好的一个朋友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嫂子，你这会儿方便吗？有什么事吗？”是这样的，嫂子，今晚寒洲约了我们几个朋友喝酒，他这会儿喝醉了，就是喝醉了之后，也不肯让我们送他回去。你们可以给傅家那边打电话，或者找苏荷接他。我看一眼紧闭的浴室门，轻轻开口打断：“嫂子，寒洲不让，刚才他忽然喊了你的名字。”我只觉好笑。如果我没有和他离婚，如果苏荷如今没有恢复单身，他喊的应该就是苏荷的名字了。有一种男人，他们好像永远都只会爱那个离开他们的女人。我打断了朋友的话：“以后还是叫我陈落初吧。还有，我和傅寒洲早已离婚了，所以他的事情不归我管了哦。”说完，我不等那边的人再说什么，就直接挂了电话。我刚挂了电话，周庭安就从浴室出来了。谁的电话？他只是很自然地问了一句，我也就很无所谓地回了一句：“无关紧要的人。”说着，顺手拿了毛巾，想要帮他擦干。周庭安却从我手里接了过来：“不用你做这些事，又不累。”他3两下擦干了头发，对我一笑：“那也不用，在我身边，什么事你都不用做。”可他却很耐心地帮我吹干长头发，每一天。你不嫌烦吗？周庭安开了中档的温风，闻言只是温柔看我一眼，我才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。老公，我忍不住回身抱住他，仰脸要他吻。周庭安就低头吻了我，却又克制地停下，等头发吹干，不然会头疼。我嗔他，又忍不住摸了摸他腰上硬邦邦的腹肌，也就你这种时候了，还能等？婚后度完蜜月，我和周庭安一起回了北京，除了最亲的家人和最好的闺蜜，北京这边并没什么人知道我结婚的事情，而我们也打算在北京办一场婚礼。毕竟我和周庭安的家人都在这边。和傅寒洲再次见面是在一个长辈的寿宴上，那个长辈和我们家关系一般，但和周庭安的父母关系很不错，所以周庭安就带了我一起参加了。只是当时刚进去，周庭安就被长辈叫走了。他常年在国外，自然算是稀客。我去餐台那边取了点小蛋糕，一回头就看到了傅寒洲和傅思辰。父子俩一模一样的衣着，一模一样的小脸，还是挺招人的。见到我时，傅思辰一双眼腾时就亮了起来，他甚至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妈，就要往我这边过来。可刚走了2步，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，别扭扭停了脚步。傅寒洲依然面无表情，但唇角却绷紧了。我对他们点了点头，压下心底那一丝丝的心酸，就要转身离开。傅寒洲却忽然走了过来：“陈落初。”
他看着我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又开口：“既然回北京了，就回傅家住吧。思辰很想你。”我颇有些意外，回傅家。傅寒舟轻咳了一声，别过脸去，声音有些不自然：“你毕竟是思辰的亲生母亲，他还没6岁，也正需要母亲照顾。”傅寒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拧了眉，再次预备转身离开。陈洛初、苏荷已经回美国了。傅寒舟却拽住我，莫名说了这样一句：“和我有关系吗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向后退了一步。怎么没关系？他皱了皱眉：“你当初生气闹离婚，不就是因为苏荷？他现在走了，你的气也该消了。你现在回来，我也不是不会考虑复婚的事情。毕竟不管怎样，你是思辰的亲生母亲，总好过外人。傅寒舟，你还要我说得多清楚？和你离婚的时候，我就从没想过再和你复合。陈洛初，我再给你台阶，我不需要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抬起手给他看：“傅寒舟，我结婚了。”无名指上的婚戒低调耀目的璀璨。傅寒舟黑眸一舒，脸色骤然寒沉。可不过转瞬，他又望着我淡淡笑了：“洛初，你实在没必要这样做。我也说了，你想要复婚，我也不是不会考虑。你说你结婚了，那你丈夫呢？我不认为你嫁过人且生过一个孩子，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。更何况你是爱我的。”他说的那样笃定，笃定我爱过他，就会永远爱他。笃定我心里迫切想要和他复婚，只是羞于启齿。笃定只要他招招手，我就会没骨气地回去。但他并不知道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我对他所谓的喜欢，在他酒后乱性强要我那一晚就有了裂痕。后来之所以会答应嫁给他，更大的可能不过是因为傅思辰。就像最后我下定决心要和他离婚，也是因为傅思辰一样。曾经孩子是绑架了我幸福和自由的根由，但如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我了。傅寒舟，虽然你是霸总，但你生活的世界不是霸总小说。我很好心地劝诫他，不如抽空去做个脑部 CT， 好好看看脑子。刚说完，就看到了快步走来的周庭安。他穿着整套黑色商务西装，看起来气宇轩昂而又英俊逼人。他的左手无名指也戴着婚戒，和我的正是一对。初初，他温声喊我的名字，走到我身边，很自然地和我十指紧扣。我们手上的对戒相映成辉，却衬得傅寒舟手上那枚孤零零的宝格丽婚戒说不出的可笑。老公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帮我拿那个小蛋糕，我要芒果的。周庭安捏了捏我的脸，好，但是甜食要少吃，不然牙会痛。他转身拿了盘子，帮我取蛋糕。傅寒舟却忽然失态地伸手打落了餐盘。周庭安蹙眉不悦地抬眸：“傅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是洛初花钱雇来的吧？”看起来还真是人模狗样。傅寒舟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，嗤笑道：“陈洛初是我的前妻，她还给我生了一个儿子。你确定你要捡我不要的女人？”周遭的空气骤然变得一片死寂。我虽然并不在意自己的过去，但被傅寒舟这样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奚落，仍会不可避免有些许难堪。周庭安没有说话，甚至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。他
他只是转身走到我身边，摘了我送的腕表，又摘了婚戒递给我。洛初，帮我拿一下，我不想弄脏了。我不明所以的接过。周庭安，你要干什么？洛初，等我5分钟。他垂眸，将衣袖折起些许，走到傅寒舟跟前，挥拳就砸在了他脸上。我不喜欢动手打人，但是傅寒舟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说话间，又是一拳重重落下。你不该羞辱我的妻子。傅寒舟很快回过神，开始还手。你的妻子？陈洛初嫁给我5年，给我生了孩子，她算你哪门子妻子？要我提醒你，你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又怎样？陈洛初有多爱我，你不如问问他。够了！我又是心疼，又是气，又是急。推开傅寒舟，护在了周庭安身前。傅寒舟，我早已不爱你了，听清楚没有？你说什么？傅寒舟眸色沉寒望着我。陈洛初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傅寒舟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也许从你借着酒醉强要我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你了。那你为什么答应我的求婚？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傅寒舟冷笑了一声。陈洛初，你就是喜新厌旧，你就是变心了。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那你以为这个男人又会喜欢你多久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变心？傅寒舟，你不是也变心过吗？你喜欢苏荷，却和我酒后乱性。你和我结婚，却又和苏荷上床，你这样算什么？我没有和苏荷上床。陈洛初，我和你结婚后就没有和苏荷发生过任何关系。傅寒舟望着我，忽然讥诮地笑了。我承认，苏荷回来时，我是心猿意马过。但那天晚上，最后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你，我还是从他的家里离开了。我有些意外，但除此之外，竟也没有多余的情绪了。他和苏荷有没有进展到最后一步，其实早就无关紧要了。就算没有，我也会坚决离婚的。够了，傅寒舟，这些事都过去了。我嫁人了，我很爱我的丈夫。我转过身，紧紧攥住周庭安的手。我们很好，很恩爱，你也向前看吧。那傅思辰呢？你自己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，你都不要了。傅寒舟的眼很红，他像是一个被人惯坏的孩子，终于要被放弃了，才知道怕了。我的视线也微微模糊了，却还是点了头，不要了。其实如果那天傅思辰给我一颗巧克力的话，我也许仍旧舍不得他，会不顾一切地争取他的抚养权。我也许还会一次一次心软。可傅思辰从我身边绕过去，摔门离开时，我的心真的死了。傅寒舟转身拉了傅思辰向外走，可傅思辰忽然大哭着挣开了他的手。我不要跟你走，我要妈妈。妈妈，我不玩游戏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吧。傅思辰跑过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肯放。不能否认，我仍会难受心痛，可我也知道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的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的孩子那样冷漠而又自私地转身离开。如果我没能撑过去，我就那样死掉了呢？傅思辰，跟你爸爸回去吧。不管你是孩子还是大人，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妈妈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傅思辰哭闹不休，他好像是真的知道怕了，知道错了。因为那一天他生病住院，是苏荷照顾他的。
可他睡着后，被苏荷打电话的声音吵醒了。他听到苏荷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照顾别人的孩子，不管我自己生的孩子？如果不是为了顺利离婚，我怎么可能讨好这个烦人的孩子？”傅思辰也是个蠢的，他竟然还说我比陈洛初对他好，笑死人了！哪个当妈的不疼自己的骨肉，疼别人的？不过他蠢点也好，将来我要是真嫁给傅寒舟了，他这么蠢，我的孩子不就少了个对手？其实他听不太懂，毕竟这些话题对于5岁的孩子太深奥。但他听懂了一句：哪个当妈的不疼自己的骨肉，疼别人的？是啊，亲妈总比后妈好。他好像也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慢慢的明白了一些道理，也慢慢的想起了我的好。但很可惜呀，太晚了。如果你爸爸同意，我也会回去看你的。如果你想我，也可以来看我。但是现在，很抱歉呢，傅思辰，我要开始自己的人生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小脸，如上次分开时那样说了一句：祝你好运啊，傅思辰。我和周庭安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婚礼。婚礼那天，傅寒舟和傅思辰都来了，只是我没有让他们2人进来。傅寒舟送了很重的礼物，周庭安没收，让人直接送到了慈善基金会。傅思辰也给我准备了礼物，是他亲手做的手工，还有一张卡片。我留下了卡片，手工送给了喜欢的小朋友。听说那天傅寒舟的劳斯莱斯在婚礼场外停了很久都没有离开，还听说周庭安带我回家后，那辆劳斯莱斯好像也跟着去了我们的婚房。只是我们的婚房是私人别墅，他的车子没能进去。我们洞房花烛最缠绵悱恻的时候，周庭安忽然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：想要离婚的决心是很突然就下定的。我嗔怒地踹他：你这是什么恶趣味呀，周庭安！周庭安握住我的脚踝，一点点推高。他沉下身，很深地吻我，因为之前那几千个日日夜夜，我也是这样嫉妒到发疯的。周庭安，我有点心疼，忍不住抱紧了他。他却又温柔地吻在我耳畔。但以后不会了，洛初，以后嫉妒的人是他傅寒舟，而我会让他嫉妒整整一生，包括下辈子。全文完。